相信进来这个影片的朋友，大家应该都明白为什么我们会乐意把钱放在 Facebook 投广告，而不愿意把钱放在印传单、登报章或登杂志。那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钱放在 Facebook 投广告，我们将能够得到顾客的一些数据，就如他们的年龄层、他们住什么地方，而且 Facebook 会根据顾客的一些消费的 behavior 来投放广告给他们。也就因为每个人的 behavior 都不同，而 Facebook 刚好它又拥有2.6个 billion user 的 database， 所以 Facebook 它就因此创造了11个 campaign objective， 让商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behavior 去投广告。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利用这11个 campaign objective 来打广告呢？在进入打广告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 Facebook 有2种方式让我们去登广告，一个就是去我们的 Ad-Sender， 另外一个就去我们的 Business Ad Manager。什么是 Ad-Sender 呢？ Ad-Sender 就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我们拉下去就会在我们的任何一个page post 里面都有一个 Boost Post的 button， 我们按它进入了这个界面，就是 Ad-Sender 的界面。Ad-Sender 呢，本人就不是很建议大家用 Ad-Sender 来登广告，因为在 Ad-Sender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去做设置。那要怎样进入 Ad Manager 呢？很简单，我们去我们的 Facebook 的左上方这边 Search Facebook， 我们打 Ad Manager， 然后按 Enter， 第一个 Facebook Shortcut 出现的就是 Ad Manager 的后台，我们按它，你就会看到你的账号，你进入你的账号，这个就是你的 Ad Manager 的界面。我们会看到有 Campaign、Asset 跟 Ad。Campaign、Asset 跟 Ad， 我就可能下一个 video、下一个影片再教大家如何去做设置。今天呢，我们来谈谈我们 create， 怎样 create 我们的 Campaign Objective。我们就按这个青色的 Create，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11个 Campaign Objective 都会在这边。我们 Facebook 把这11个 Objective 分成3个 category， 第一个叫做 Awareness， 第二个是 Consideration， 第3个就是 Conversion。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Awareness。Awareness 里面它有分成 Brand Awareness 跟 Reach。Awareness 就是曝光率的意思。它通常呢，我们中小型企业 SME 都很少用 Awareness 来打广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品牌的知名度还没有像那种大型企业，好像 Coca-Cola、McDonald's、KFC 这样出名，很少人懂我们的品牌。所以如果我们在 Awareness 打广告的话，可以说是浪费钱而已。Awareness 呢，它就只是纯粹的推你的广告去给大众看，它不会去计算你的这用户的 behavior 是什么，是喜欢看 message 啊，喜欢按 like 啊，喜欢看 video 啊，它不会去计算。所以 Awareness 呢，就好像我们把广告放在 billboard， 它没有任何 call to action 的目的，它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它的品牌要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围绕在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Conversion。Conversion 有分成3种，第一种就是 Conversion 哦。第二种就是 Catalog Sales， 第3种就是 Store Traffic。Conversion 它就是有转换力的一些广告，就好像我们要把顾客从这个广告带入去我们的 Landing Page 啊，把它带入去我们的 E-commerce Store 啊，还是把它带入去我们的Messenger 里面，这种叫做 Conversion 的广告。最后呢，我们来看看 Facebook 最重要，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Campaign Objective， 就是 Consideration。它里面有分成6种，第一种就是 Traffic， 第二种 Engagement、App Install、Video View、Lead Generation 跟 Message。而这6种当中呢，我们通常是最常用的是只有4种，也就是 Traffic、Engagement、Lead Generation 跟 Message。第一种，我们来看看 Traffic， 也就是引流性 Campaign Objective 的广告类型。这种广告啊 ，Traffic 的广告啊，它通常就好像有一些 Learn More Button 啊、Shop Now Button 啊、Message Now Button 啊，就是好像商家要把我们的广告的顾客把它带到去他们所要的一些目的地，就好像 Website 啊、Shopee 啊、Lazada 啊，还是你的 WhatsApp， 然后让顾客去成交。这种引流性的广告，它通常会比较便宜。但是呢，它的 result 就不怎么样，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你的广告带到去另外一个目的地，就是 WhatsApp link 啊、website 啊，还是 landing page 啊，它这个目的就达成了。但是成不成交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数据我们没有，它的数据就是只是把你有多少个人从 Facebook link 到去你所要的一个 destination 这样子而已。第二种比较常用的广告类型就是 engagement， 就是互动性的campaign objective。
这一类型的广告通常就好像有人会去 like 你的 photo 啊 ，like 你的 post 啊 ，share 你的 post 啊，或者是放一些 comment 啊，然后 PM 你啊。这一类型的广告，它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具有讨论性或争议性的一些 post， 一些话题，就好像我们在 Facebook 看到一些 post， 我们觉得跟我们生活很贴切，跟我的心情现在很像，所以我就会 share 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广告呢，它就成功了。当然 ，engagement 的广告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可能会发觉，为什么这么多人 like 我的 post， 但是没有人 PM 我，也没有人买我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engagement 的广告的性质就是要把你这个广告跟你的顾客有互动性，即使是顾客只是点你的照片，点一下，你就算有一个 engagement 了，所以他不会为你的 result 而负责任，他只是他的任务就是跟你的顾客有互动就搞定了。第三种呢，就是 lead generation。lead generation 呢，就是比较适合用于那种需要拿名单啊、拿电话啊、拿 book appointment 啊的人来打广告了。因为 Facebook 他们会去寻找那种愿意交他们的个人资料、填 form 啊、交名单的人，把这种广告推给他们，所以这种广告通常会比其他的campaign objective 来的比较贵。第四种 campaign objective message， 也就是最好用的一种 campaign objective。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让你的顾客直接的透过 WhatsApp Business 或者是 Facebook Messenger 询问你的产品或者是询问你的服务。它还有一些message template， 让你能够直接的 auto reply 你顾客所询问的东西。第五种 App Install， 也就是假设你有属于自己的 Apps， 然后你想推广让人家下载，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campaign objective。最后一种Video View， 也就是你能够把你的影片用广告的形式让 Facebook 去推广在 Facebook 爱看影片的人。Video View 的数据分析比起前面5个 Campaign Objective 来得更仔细、更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影片的观看时长来去分析顾客到底对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兴趣。打个比如，假设我们的影片有100秒时长的话，如果那些只看几秒或者是看少于25秒或25%的顾客来说的话，就是代表他们可能对我们的产品没有兴趣，或者是对我们的影片没有兴趣。但是如果那些顾客把影片看完100秒，或者他看超过75%，也就是75秒以上，就代表这一群顾客可能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所以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retargeting、remarketing 来去追踪他们，来去做另外一个 campaign objective 去 push 我们的 product， 这样子我们的成交率的几率会更高。好的，相信今天大家都学习到如何在 Facebook 打广告之前选择对的 campaign objective。下次我再分享如何在 Facebook 设置一些比较复杂的 setting， 就好像 custom audience、lookalike audience、detail targeting 等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我们下一期见，拜拜。